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生命轨迹的书籍《新世界：灵性的觉醒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艾克哈特·托利，一位被誉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灵导师之一。托利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简明的语言，揭示了人类痛苦的根源，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内心平和与真正自由的路径。新世界自出版以来，便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共鸣。它不仅是一本关于灵性成长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宁静的指南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你将学会如何摆脱思维的控制，超越小我的局限，从而体验到更深层次的自我和生命的真谛。在开始介绍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曾在夜深人静时，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空虚和不安？你是否曾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感到迷失和迷茫？这些问题正是新世界试图解答的。让我们来看一个名人事迹。史蒂夫·乔布斯，这位苹果公司的传奇创始人，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，他在印度修行时，阅读了印度灵性大师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，这对他后来的生活和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乔布斯说，你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，不要被教条所限，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。这段话与新世界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，即我们应当摆脱外在的束缚，找到真正的自我。小我，痛苦的根源。新世界的第一个核心概念是小我。托利认为，小我是我们思维中那个不断评判、比较和抱怨的声音，它是我们痛苦的根源，因为它总是让我们活在过去或未来，而不是当下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小我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它通过不断的寻求认同和安全感，来维持自身的存在。然而，这种机制往往导致我们与真实的自我脱节，使我们陷入焦虑、恐惧和不满的情绪中。要摆脱小我的控制，托利建议我们学会观察自己的思维，而不是被思维所控制。具体方法包括：一、冥想，每天花一些时间静坐，观察自己的呼吸和思绪，不加评判地接受它们。二、自我观察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时刻提醒自己观察自己的情绪和反应，意识到小我的存在。托利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事业达到巅峰时，突然感到内心空虚。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都是小我的驱使，而非真正的内心需求。通过冥想和自我观察，他逐渐摆脱了小我的控制，找到了内心的平和。托利在书中写道，小我总是渴望更多，因为他无法从已经拥有的东西中获得满足。他总是活在一种匮乏的状态中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小我的本质。临在，通往自由的钥匙。新世界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临在。临在是指一种全然活在当下的状态，不被过去和未来的思绪所困扰。托利认为，只有通过临在，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和宁静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临在是一种高度专注和觉察的状态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自动化的思维模式，进入一种更深层次的意识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能够更好地感知周围的世界，并与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。要培养临在的意识，托利建议我们：一、专注呼吸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深呼吸练习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，感受空气进入和离开身体的过程。二、感官体验，通过专注于感官体验，如聆听鸟鸣、感受微风、品尝美食等，来增强对当下的感知。托利讲述了一个关于禅宗大师的故事。这位大师在一次演讲中突然停下来，静静地聆听一只鸟的叫声，听众们也跟着他一起聆听。片刻之后，大师说，这就是临在。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临在的状态。托利在书中写道，临在是进入永恒的入口，它让你从时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这句话强调了临在的重要性。三、意识转化，拥抱生命的转变。新世界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是意识转化。托利认为，意识转化是指我们从一种受限的思维状态，转变为一种更开放、更自由的意识状态。这种转变不仅影响我们的内心世界，也会对我们的外在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意识转化是一种认知重构的过程，它涉及到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重新认识。通过这种转化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，并找到内心的平和。要实现意识转化，托利建议我们：一、接纳变化，学会接纳生活中的变化和不确定性，将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。二、培养感恩，每天花一些时间感恩，感恩身边的人和事，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。托利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失去亲人的女性，在经历了巨大的悲痛之后，开始意识到生命的无常和珍贵。她开始珍惜每一个当下，并努力活在当下，最终实现了内心的转变。托利在书中写道，
意识转化是生命的本质，它让我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进入一种更深层次的自由和快乐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意识转化的意义。4. 真正的自我，发现内在的宁静。新世界的第4个重要概念是真正的自我。托利认为，真正的自我是我们内在的宁静和智慧，它是我们与宇宙连接的桥梁。通过发现真正的自我，我们能够体验到生命的深刻意义和内在的平和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真正的自我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意识状态，它超越了思维和情绪的限制，触及到生命的本质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身和世界，并找到内心的宁静。要发现真正的自我，托利建议我们：1. 静心冥想，每天进行静心冥想，专注于内心的宁静，感受内在的平和。2. 自我反思，定期进行自我反思，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，寻找内心的指引。托利讲述了一个关于禅宗僧人的故事。这位僧人每天都在禅堂中静坐冥想，经过多年的修行，他终于体验到了真正的自我。他形容这种感觉就像是一种深深的宁静和满足。托利在书中写道，真正的自我是生命的本质，它是我们内在的宁静和智慧。这句话强调了真正的自我的重要性。5. 慈悲与爱，连接世界的桥梁。新世界的第5个核心概念是慈悲与爱。托利认为，慈悲与爱是连接我们与他人、与世界的桥梁。通过培养慈悲与爱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，并与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慈悲与爱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，它能够增强我们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这种情绪状态不仅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，还能提升我们的心理健康。要培养慈悲与爱，托利建议我们：1. 同理心练习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尝试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2. 善行善举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将爱与关怀传递给他人。托利讲述了一个关于特蕾莎修女的故事。特蕾莎修女一生致力于帮助贫困和病痛中的人们，她用她的慈悲与爱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。她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慈悲与爱的力量。托利在书中写道，慈悲与爱是生命的本质，它们是我们连接世界的桥梁。这句话强调了慈悲与爱的意义。通过以上对新世界核心内容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灵性成长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宁静的指南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内心平和与真正自由的路径。新世界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力量的书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你将学会如何摆脱思维的束缚，找到内心的宁静，并最终实现生命的深刻转变。我真诚地希望每位朋友都能认真阅读新世界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相信我，这本书将为你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，让你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和内心的平和。感谢你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介绍能为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。如果你对新世界感兴趣，不妨找来一读，相信你一定会从中受益匪浅。祝你生活愉快，内心平和。谢谢大家。